10种看似变质实则安全的食物，打破了90%中国家庭的常识。第1名你绝对猜不到，极低的水分活度、坚不可摧的物理装甲，以及特定有益菌的跑马圈地，这些特殊的生理构造，让某些食物拥有了免疫毒素渗透的超能力。它们即使表面变质长毛，只要切掉表皮，内部依然是安全甚至升华的顶级美味。本期世界探索站为你独家揭秘10种看似变质实则安全的食物，来一场厨房里的逆向排雷。第10名，长有金花的黑茶。掰开昂贵的黑茶茶砖，里面密密麻麻长满了金黄色的小颗粒，看着极其像致命的黄曲霉菌。这种黄毛不仅没毒，它还是国家级保密菌种官突散囊菌，俗称金花。它是只有在特定温湿度下才能产生的益生菌，它能极大地改善茶叶的风味，转化茶多酚，让茶汤变得醇厚顺滑。老茶客买福砖，专门挑这种发霉的买。第9名，酱油瓶口结出的白色结晶。那些白色结晶是酪氨酸结晶，优质的酱油和蚝油是通过大豆和海鲜发酵而来的。在这个过程中，蛋白质被大量分解为各种极其珍贵的氨基酸，其中就包括酪氨酸。当厨房温度降低，或者瓶口的酱油水分稍微蒸发时，酱油内部处于过饱和状态的酪氨酸就会发生物理析出，凝聚成白色的结晶体。只有氨基酸肽氮含量极高，意味着极其鲜美、蛋白质极高的顶级调味品才会在自然状态下析出这种结晶。那些用化学工业水兑出来的廉价酱油，里面根本没有足够的氨基酸，想长白点都长不出来。看到这种结晶，不要慌，盖紧瓶盖摇一摇，或者稍微加热，它就会重新溶解。这是鲜味的结晶，是品质的勋章。第8名，硬质蔬菜。胡萝卜或卷心菜表面长出了硬币大小的霉斑，为什么番茄发霉必须全扔，而胡萝卜可以抢救？答案在于极高的物理密度。胡萝卜、白萝卜、青椒、卷心菜这些硬质蔬菜内部含水量相对较低，且细胞结构极其致密坚固。这层物理装甲让霉菌的菌丝极难向内部深入穿透和蔓延。美国农业部 USDA 的官方建议是，只要将霉斑及其周围和下方至少切掉2.5厘米的范围，注意刀不要切到霉菌，剩下的健康部分清洗后依然可以安全食用。第7名，放冰箱后长满浓密白毛的鲜蘑菇。我们必须直视一个最底层的生物学常识，蘑菇本身就是真菌。你看到的这层白毛根本不是外来的污染霉菌，而是蘑菇自己的气生菌丝。当你把新鲜的蘑菇放进冰箱保鲜盒，冰箱内部极高的湿度和黑暗的环境完美地模拟了蘑菇在森林深处的生长环境。蘑菇的细胞以为自己又回到了老家，于是它休眠的生命力被重新唤醒。为了寻找更多的氧气和养分，它开始拼命地向外生长出白色的探测触角，这就是你看到的白毛。这层白毛和蘑菇的肉质在 DNA 上是100%完全相同的同一种生物组织，它绝对没有任何毒素，也没有变质。你只需要拿到水龙头下，用清水轻轻一冲，或者用刀把带毛的根部切掉一小块，剩下的蘑菇无论清炒还是下火锅，依然是极其鲜嫩的安全食材。当然，如果它长的是绿毛、黑毛，或者闻起来有酸臭腐败的流水现象，那才是真正的坏了，必须扔掉。第6名，起白霜的巧克力。放在冰箱或经历了温差变化的巧克力，表面长出了一层灰白色的像霉菌一样的粉状物，这根本不是霉菌，这是物理学上的脂霜。由于温度波动，巧克力内部的可可脂融化并渗出表面，重新结晶变成了白色。它没有任何安全问题，只是口感没那么丝滑了。不要扔，把它融化后做成热可可或者烘焙原料，完美复活。第5名，洁净的纯蜂蜜。买回来的透亮蜂蜜放久了，底下出现厚厚的白色的像沉淀劣质糖一样的硬块，这不是变质，也不是买到了假蜂蜜。蜂蜜是葡萄糖和果糖的过饱和溶液，在13至14摄氏度的低温下，葡萄糖极其容易析出物理结晶。结晶不仅不影响营养，反而是纯天然蜂蜜的特征。用40度左右的温水隔水加热，它就会重新变回液态。第4名，表面覆满厚重白霜的干海带。这层白霜在化学界有一个鼎鼎大名——甘露醇。干海带在风干和储存的过程中，随着水分的缓慢蒸发，海带内部丰富的植物多糖和甘露醇成分会利用渗透压的原理，不断地吸出到海带的表皮，最终凝结成一层厚厚的白色结晶体。这层白霜里混杂着大量的谷氨酸，它是海带鲜味的核心来源。以后买干海带，白霜越厚，说明海带的品质越高，内部营养越饱满。烹饪前绝对禁止用刷子猛刷，只需要用半干的抹布轻轻擦去晾晒时沾染的细沙与灰尘即可。连着这层白霜一起下锅炖煮，你的高汤鲜度将瞬间提升3个档次。第3名，切面泛起荧光绿的熟牛肉。在物理学中，这被称为光栅衍射效应。
牛的肌肉组织是由一根根排列极其紧密、平行的柱状肌纤维构成的。当你用一把极其锋利的刀，以完美的垂直角度切断这些紧密的肌纤维时，平整的切面上就会形成无数个微小的、规则排列的凹凸结构。当光线照射到这个切面上时，这些肌肉纤维就像是一张光盘的背面，将白光衍射成了彩虹色或荧光绿。只有肉质极其紧实新鲜，肌肉纤维保存极其完好，且刀工极其干脆利落的顶级牛肉才会出现这种荧光现象。你以为它有毒，实际上这道诡异的绿光恰恰是大自然给这块牛肉颁发的最高品质认证证书。大口吃下去，尽情享受这块完美鸡肉的嚼劲吧。第2名，硬质奶酪。放冰箱的切达奶酪或帕玛森干酪表面长了绿毛，和硬质蔬菜的原理完全一样。硬质奶酪在漫长的熟成过程中，水分被极度榨干，质地坚如磐石。这种极低的水分活度让霉菌只能在表面苟延残喘，根本没有力气向内部扎根。同样遵循2.5厘米切割法则，把长毛的表皮厚厚地切掉一圈，内部那醇厚浓郁的奶酪依然是搭配红酒的极品。第1名，泡菜坛子表面的白膜。这层白膜在微生物学上有一个专属名词——产膜酵母。它是怎么来的？当你的泡菜坛子没有完全密封，或者你用沾了生水的筷子去夹菜时，微量的氧气进入了坛子。此时，原本潜伏的酵母菌就会在接触氧气的水面上疯狂跑马圈地，它们手拉手结成了一张巨大的白色生物膜。它通过疯狂消耗表面的氧气，在泡菜水下方人为制造了一个绝对的无氧真空区。这个无氧结界不仅强行憋死了那些会产生剧毒的虚氧腐败菌，更给底部的乳酸菌创造了最完美的繁殖环境。产膜酵母无毒无害，它唯一的缺点是会消耗泡菜水里的乳酸，让泡菜变得不够脆。找一把干净无油的勺子，把表面的白膜撇掉，然后往坛子里倒入1两盖50度以上的高度白酒，再撒入一把粗盐，最后彻底密封坛口。高浓度的酒精和渗透压会瞬间秒杀表层残留的酵母菌，你的百年老卤满血复活。好了，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真正颠覆了你的认知，为你挽救了钱包，也守住了厨房的安全底线，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与收藏，并分享给你最爱的亲人和朋友。感谢您的观看，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